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超级无敌可爱的小包圆弧小包。首先你来看这个桌面上啊，是不是很特别？你看这是我们台南的这个古迹啊，这个是赤坎楼，然后这是安平古堡，这是孔庙。然后呢，你有没有发现上面有谁？有我们家的淘淘跟 Puffy， 他们到处去古迹玩的这个图画。所以想当然啊，这块布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布料。那我非常的喜欢，就是它是把古迹呢跟这个布料，我就是把它画上去，画的还蛮认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写生一般。然后正面呢，就是淘淘呢跟 Puppy 两个人在台南市里面到处游玩的这个在地图上行走的这个布料图案。那其实我还有画了一个这个井仔角盐田，但是取图的关系这有看到，这个是有入选那个什么美景几大美景，世界几大美景那一类的样子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一块很可爱的这个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就是你不管你是不是台南人，拿到这个的袋子呢，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吧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当然除了这个图案以外，我还有做了其他不同的图案。我就是很疯狂哦，像这种很喜欢的包包，我就会一次做好几个。那这也是我之前自己设计的一个布料。然后呢，就是它的这个袋型呢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袋。那上面呢是做弧度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圆弧的小袋，也是像这样子的。好，就是说它上面有点蓬蓬的，让它的这个东西可以装更多。那素面做起来也很好看。好，那不同的图案做起来有不同的感觉啊。所以是每一个我都还蛮喜欢的，不然我就不会一直做。跟他笑也赶快吧。那这个大小我们可以装什么？首先呢，它一手掌握刚刚好。对不对？一手拿着刚刚好，然后呢，它也是可以放钱跟卡片，都刚好可以收纳的进去。那我们之后呢，会有一个，就是也不是之后啊，反正我还有同时做一个那个背包哈，反正它也可以放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外袋，反正任何包包你都可以放进去。那像这种什么收据什么的，你都可以直接放进来。那它的袋盖设计的刚刚好，所以放零钱是不太会掉出来。但是我去拿零钱，等我一下。放零钱也不太会掉出来，但我记得我刚好有很多零钱，但是不至于完全不会掉哦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因为毕竟它不是拉链。好，我现在刚放了零钱进去，它也不至于说让你说一拿，然后你的零钱就全部掉出来，它还是可以，因为它袋盖还蛮大的。可能你那1元比较小一点的可能会比较容易溜出来，但是你一般的话还是 OK 的，不会说直接马上掉出来外面。所以我觉得说，虽然它没有加拉链，但是它的那个功能性还是挺好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做看。然后呢，你看它就是很简单，然后可以装蛮多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压扁，压扁就很好收纳，对不对？然后装东西它就会蓬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这个小包包，那真的很勾追啊！我们就是有不同的这个图案，挺好的。好啦，画的不错吧？赶快讹乐我一下，很认真的手绘，不是 AI 哦，我这完全手绘。好，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当然就是这个后袋身，然后有表布跟里布，然后前袋身呢是它为了要做弧度，所以它长得像这样子。然后还有袋盖的部分，那袋盖的部分呢，我们就要先用这个磁扣，那这个是前袋身的这个里布，那我们要先把磁扣呢，先把它怎么样放上去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位置，磁扣的位置呢，我们要先把磁扣弄好。我磁扣竟然没有先拿？好，我先把挡片拿出来，然后呢。我竟然忘记先弄前置作业，不过无所谓，反正就这样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就现在来画。好，然后呢，前袋身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磁扣，因为磁扣是一正一反嘛，有2片才能贴得起来，才能粘起来。我们就先把这个洞剪出来。那你布标要不要贴都随便你哦，我是有贴一下啦，意思一下。那如果你觉得图案很漂亮，不想把它挡住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贴
布贴那个，也可以不要车那个布环。好，我们就先把这个磁扣先安装起来。刚刚一瞬间我就忘记了，磁扣呢就先把它剪动之后，把它脚插进去，挡片放着之后把它夹住就好了。那你也可以用4孔磁扣，用手缝。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手缝，所以就用擦式磁扣比较快。而且擦式磁扣蛮牢的好，你有用擦式磁扣部分，记得那个布本身要贴一下后布衬，好，贴一下布衬，加强它那个布料的那个牢靠度，免得你磁扣这样一直背来背去它那个布会破掉。好，我们磁扣就先安装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车。好，首先开始车呢，我们先来把这个前片，既然我每个都有布标，那我这个也不要例外好了，免得人家以为我忘记车。好，布标先给它对折一下让它中央线取出来。然后呢，带盖呢，我们中央线也先把它取出来之后，中央线对中央线，找个适当位置，你开心的位置，你就可以放上去。那如果你觉得图案很漂亮，你不想用布标也可以，你就不要加。然后把它放上去对准好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切咯。我到底有对呀不对？好像不太对就这么光是对中央线对老半天，就是好，然后把它车起来。那我们这块布料有4个颜色就是有蓝色、绿色，然后粉红色跟米黄色，都是蛮舒服的颜色，所以大家可以选。那这块布也只有我们独家，所以也没有什么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官网去买。那它数位印刷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出多少，就出一些吧，纪念一下。好，把这个带盖呢正相对车起来之后，弧度的地方剪牙口，再把它翻到正面来。然后把它翻到正面之后，我们再来压线。剪了牙口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翻到正面之后，它的弧度你就不会太有棱有角哈。然后我们就来把它压一下0.1，真的很可爱，桃桃好可爱 ，Puffy 也好可爱。大家会喜欢这样子就是特制的布料吗？是说不管你们喜不喜欢，我就很想画。可是这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尤其像我是台南人我可以把我们那个古迹有没有画在里面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因为刚好今年也是台南建成400年所以我就觉得来顺便画个古迹庆祝一下也不错。其实不管有没有400年那个古迹就摆在那儿。好，这样子把中央线再把它那个做好，把记号线做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车这个正面的地方。好，那比较弧度的这个地方呢，比较圆一点的是中央的部分，所以来把它车起来。车的时候呢，这个弧度我们就这样把它抓过来，把下面这块布慢慢的抓过来。右边抓进来，左手推出去，你就可以把弧度车好，像这样子。那你看它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圆弧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从正面压线。你不压线也可以要压线就给它压，不压线也没关系，不压线就把它熨烫好就好了，压线就会像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片也是把它车上去，先对这样子，先车一点点起来，然后再慢慢的右手压住，然后左手往内牵，它就可以车完了。也不用剪什么牙口就像右手压住下面直直的布料，
左手往内牵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我干嘛还重复讲一次啊？我怕你们不知道说那个诀窍是什么哦，因为这样车就很好车，而且也蛮快的。然后在压线的时候，到这里你会觉得有点翘起来，就把后面的布往前拉，它就会平了。好，这样那2个弧度就可以得到2个漂亮的弧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把里布的这个折子车起来。好，里布车起来呢，你里布也有弧度，这样你东西才是真的装得多。你不要外面有弧度，里面却是平面的，那你就是空包蛋，重看不重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里布也要把它这个折子车起来。车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带口可以先把它固定起来。带口扯起来。车好之后，因为带口是不是有圆弧啊？所以有圆弧就要干嘛？就要剪牙口。我相信常常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，圆弧就是要剪牙口啦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翻到正面呢，它才不会呗呗车不起来。然后从正面开始压线。哎呦喂，我的线掉了，好讨厌！每次那个车线不小心掉了，就是考验老花眼的好时机呀。且让我看看度数有没有增加。不过我现在没有配老花眼镜，我是说，我现在是戴隐形眼镜，我也没有另外再戴老花眼镜，就这样给它车了。反正卡着手得挨。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带口车完之后呢，就把4边顺便固定起来。那我们的缝份呢，一边是倒右的话，这一个里面就倒左哈，让它不要交叉在一起，才不会过厚。好，那个地方不要说那个区就太厚了。好，那这个区就黄上了哈，黄上与太厚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车起来了。哎，我就车完了，怎么了？看好搞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前带身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把这个后片啊，中央线也把它做出来，然后把刚刚的这个车完的带盖呢，正面哦，正面哈，正面朝下。放着，中央线对好，然后再把这个里布盖上来。然后你要是不敢直接翻的话，你可以用强力夹，也不是敢不敢，有时候翻过去哈，有些人就是翻过去正面，它布料就跑掉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你要是怕布料跑掉，你这样强力夹这样夹住之后再把它翻过来，然后我们就来车一下上面的带盖的部分。车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从正面压一条线，记得哦，里布要放过来右边哦，哈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车完之后，后带身车完就要跟前带身车在一起，中央线做起来。好，那你中央线要怎么看呢？就从你刚刚这两个车线的这个地方，好，车线对车线，然后抓过来，这里就是中央线。这样有没有看到？这样你就是绝对不会歪掉。然后呢，把它中央线带底的中央线把它对起来，啊，夹住。接下来呢，它虽然2个形状不一样，但是接起来会一样长，不用担心哦。好，我们就把它从侧边把它接起来。接这里的时候呢，它糊糊的，你要。下面是正的，外面是弧的，我们先把它抓直线。好，你先不要去管它弧度不弧度的，你先把这一段先把它抓直线，先车起来，然后再这样慢慢车过来。那你也可以从另外一头车哈，随便你，就可以你也可以从这一面车哈，随便你。
后到这边就是又是直线了，我们就来把它车起来，推，好，车起来就会像这样子。你这个前面的弧度呢，硬生生的哦就被你拉成一个比较方形的弧度，好，像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里部这样子抓过来之后，再看一次哦。好，先把带盖先翻过来，然后把它对折起来，跟它挂包赶快了。然后呢，从侧面这里把它夹住，然后我们下方要留反口，等一下要从那边翻到正面来，再从这一面呢再车一次。把里部固定好，不要扯着去哦，喂，车过来，好，回针留一个反口，换这一边，一边车完换一边，不用着急，留个反口。然后这个弧度，嘿，好嘞。然后弧度的地方剪个牙口，让缝缝不要那么多。好，翻到正面的时候，你的弧度就会比较漂亮一点。然后再从这个反口呢，把它翻到正面来。那翻到正面呢，反口小小的，怎么翻？先把这个边缘的地方呢往内戳，然后让它慢慢的长过来，让它慢慢长出来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不好翻，很简单，反口留大一点，你就会很好翻。好，然后翻到这样的时候，把它左右拉平，会，左右拉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用那个什么长针缝，把这里缝起来。好，长针缝起来。好，那我就不用缝了，因为长针缝我们之前都有教过。最主要是我刚刚看一下我的白色线，好像没有穿好的，看一下。然后把这个圆弧呢，用手指头把它戳出来就好了。大拇指、大拇指，然后把它戳出来，这样子。这样你的袋子就完成了呢，你看看呢，有没有？哦，很可爱的一个小包。后面这个是哪里？孔子庙，全台首学孔子庙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表面呢就会蓬蓬的。现在是还没整烫啊，它就蓬蓬的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可爱？所以呢，我们里部的地方呢，就是可以长针缝。我看。时间还蛮多的，我们来缝一下。就是做这个东西很快，所以我们就来长针缝。有时候如果影片很长哦，我还在那边长针缝，我看个准备度菇，对吧？是说有时候我也蛮懒的，因为我通常一边缝东西我今天怎么样解答不起来，有时候都是一边缝东西一边看电视。所以就很少这样子还缝东西，还带讲解。好，我们把它这个缝缝折进去之后，就来长针缝。长针缝很简单哦，左边上，右边下往前，看到没有？在左边上，你就记住这个步骤，然后在右边下。往前再走一步，然后在左边上，下往前之后在左边，我就直接再看一次哦，右边下往前，然后在左边上，顺手一气呵成。安尼听我紧，你唔知？如果突然卡了，就乖乖的再把它分解步骤。然后在右边下往前，接下来在左边上，就这样把这个缺口给缝起来。好，这个反口我们就是要缝起来。
然后这里反口之后呢，你也不用什么打结啊，你就反复2、3针，好像这样子，一针小小的，好，再一针小小的，线拉紧就可以把线剪断了。线拉紧再剪断呢，你就不会看到一个那个毛毛的小线头在那里。然后我们再把它翻到正面来，再把这个圆弧吐出来，啊，把它推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呢，盖起来，一个很可爱的这种迷你型圆弧小袋就完成了，超迷你的。然后呢，拿在正面呢，你看它图案这么丰富，就已经很可爱了，对不对？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图案哈，所以就是说，像这种包包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里面可以装超多东西耶。你看，现在倒出来里面一大堆。哦，那这个我们是刚车完的，一样，钱啦、发票啦、卡片啦，我们全部收进去。零钱也给它全部收进来，好，然后呢，盖起来，放在包包里面，完完全全的，或是放在你的口袋里面。哎呀，这里不会坑掉，就是完完全全的不占空间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好，然后零钱也不至于说很快的就掉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对，所以呢。这个迷你的圆弧小袋，喜欢的人呢，好，赶快做起来吧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实用耶。好，哎，还有一个，我做了好几个，真的，好开心哦。好，那就是喜欢这块布的人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看看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那我们就是喜欢的人做起来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